大家好，我是住在东京的方块。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EJU 以及 EJU 私塾。EJU 私塾呢，准确来说只是稍微带过一下，因为最主要关注的还是 EJU。私塾这方面的话呢，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说大家在找私塾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去找到 EJU 私塾是最好的。EJU 的全称是日本留学考试或者日本留学测试，它主要是针对想要入学日本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主要目的是测试留学生的日语能力和基础学历，由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资源机构 JASSO 实施，每年是2次，没有申请。讲的比较通俗一点的话呢，它就是中国的高考，但是它和中国的高考不同，它是每年有2次，而且申请也比较自由。EJU 考试支持的语言呢，总共有2种，一种是日语，一种是英语。这里需要注意的呢是，你即便选择了英语考试，也不代表是全部内容是英语的，主要是英语考试的日语能力测试部分，它是肯定是日语的，但是其他科目，比如说像那个物理化学或者那个中国科目，它是英语的。EJU 的考试费用呢，分为2种方法来进行收费。第一种是你单独只考一个科目的时候是1万日元每门，然后第二种的话，它是2门科目以及以上，它是收费19000日元的。这也就为什么它分成了那个1科目和2科目以及以上，因为这个再理解一下，就是说，比如说你今年考试的一门科目，但是你有一门课考砸了，那么你下次考的时候，你可以再申请考砸的那门课进行考，直到考出最好的成绩为止。EJU 考试的支付方式分为3种，第一种是信用卡，第二种是 ATM 汇款，第3种是便利店支付。前面我们不是说了吗？ EJU 有2次考试时间，而2次考试之前你有一个时间需要去申请，也就是每年的6月和11月，这个是考试申请的时间。它的具体是几号开始几号结束，你需要去参考 EJU 的官网或者等语言学校进行通知。可以说在日本几乎所有的语言学校都会对日语能力考试以及 EJU 等一些重要的考试进行一些通知以及集中报考。这个大家的话呢，可以多留意一下语言学校的一些通知。EJU 的申请方式呢，分为3种。第一种是纯粹的个人申请，也就是个人去 EJU 的官网进行申请。第二种呢是团体，而且是团体当中的由公司或者学校进行统一申请，也就是说，公司发一些那个统计名单相关的，把统计好以后，由公司的专业人员进行一起申请。第3种呢，则是团体当中的个人申请方式。这个理解呢，就是你只是自己去申请，但是呢，你可以使用学校的名字或者其他东西，比如说公司的那个代号、学校的代号等等，输进去过后，就认为你是这个公司的那个人或者这个学校的人去进行申请。下面2种方式呢，基本上都是可以说是一样的，只是呢，团体个人的方式呢，它是需要你自己去输入信息，然后学校的一些管理者就可以减少一些劳动力。而第一种团体呢，它就是由统一的人进行统一申请，这个的话呢，有好有坏。以上3种呢，都是通过这个 EJU Online 的网站去进行申请的。网站的网址呢，我会放在视频的描述区。网站的操作方法呢，实际上很简单，我会在视频的最后给大家进入这个视频网站去给大家操作看一下。EJU 考试报考的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它已经包括了准考证的邮寄费用，也就是你不需要再额外去进行支付快递费用。第二种呢， EJU 是不接受任何形式或者任何理由的退款。第3种呢，是 EJU 不接受考试替换到下一次的要求，也就是说你这一次说你那个不想考了，你想要换到下一次，这个是不被允许的。第4种呢，就是如果不慎申请了2次考试，另一次考试也是无法取消，费用也是无法退还的，也就是即便你重复申请了，你也是无法退换另外一次考试的费用，也无法取消。考试期间需要变更考试科目的话，需要重新支付费用，也就是说1门的话就是按照1万日元，2门的话就按照19000日元来进行计算，同样也不会对之前的那个付款进行退款。可以说后面的3种只是对这第2条进行了一些补充，也就是不接受任何理由的退款。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EJU 的考试科目。EJU 的考试科目呢，我们总共是有以下4个大类。首先是第一个是日语，
日语的话呢，是无论文科理科都是一样的，就是记述、读解、听力和听读解。然后是读解呢，它是总共是，也就是读解、听读解和听力合起来是400点，记述是单独算是50点。它的考试时间呢是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12点钟，无论哪一次考试都是同样的时间。第二个呢是理科，理科的话呢，一般是在物理、化学和生物当中3选2，看你所报的专业和学校对应的专业要求。就是有些专业它是要求物理和生物，有些专业它是要求化学和生物，或者又是要求物理和化学，这是看你所报考的专业以及学校的要求。然后它的分数呢是总共是200点，考试时间呢是下午的1点半到下午的3。第三种是综合科目，综合科目呢，这个大家可能没有去做过类似的题目，但是呢，这个要理解的话呢，你看到后面呢是描述是以政治、经济、社会为中心，包含地理和历史的各个科目出题。这种的意思呢，就是指它主要是以政治、经济和社会为中心，然后用地理和历史等相关的一些话题或者说知识来进行一些给你出题，这种感觉。同样，它的总分也是200分，考试时间呢也是和理科一样，是下午1点半到下午3点钟。最后一种呢是数学，数学它是分为数学1和数学2，分别面向文科和理科。数学1和数学2的出题范围和难度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大家可以提早去参考一下出题范围。出题范围相关的，到时候我会在那个视频描述区给大家发这个链接，大家可以去参考历年的一些出题范围，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它的总分数呢也是200点，考试时间呢是下午的3点40分到下午的5点10分。第4点呢就是 EGU 成绩的利用， EGU 的成绩最大利用有效期是2年，最大4次成绩可以进行利用，也就是你可以用4次里面最好的成绩去申请大学。但是呢，这里有个注意事项，它这里虽然说你最大的利用有效期是2年，最大4次可以利用，也可以用说4次里面最好的成绩去利用去申请大学，但是呢，这个的有个条件就是要看学校是怎么要求的。有的学校它只能允许你使用单次成绩，也就是说单次所有科目成绩，但有的学校允许你1年内或者2年内的其他次数成绩来和你最好的一次进行搭配，也是有的。所以说具体的要求你要去咨询你所要报考的大学。第5点，我们来讲一下 EGU 的私塾。准确来说，我们所说的私塾是有2种，一种是针对于外国留学生的 EGU 私塾，一种是普通私塾，这个是针对日本本国读书的日本籍的学生。还有一些呢是在国外读书的日本国籍学生，他用的是归国子女考试，和我们所说的留学生考试也是有一定不同的，大家要区分一下，不要到时候在网上找错信息了，然后找到的是那个归国子女用考试，而不是 EGU 留学生考试。这里的意思也就是你在找私塾的时候，你最好是找跟 EGU 相关的私塾。如果说你找成了普通私塾，或者说是找成了归国子女考试的私塾的话，那么你可能这个钱就白花了，这个是不太好的。EGU 私塾的学习地点呢，总共分为2种，这个也同时也是代表它的学习模式和这个塾的模式。第一种呢就是单独的塾，单独的塾去创办一个 EGU 的这种课程，然后专门针对外国留学生的，这种是有的。另外一种是最多也是最常见的，是一些专门为了升学的语言学校，它会有相关的一些课程来提供给留学生进行报考这个大学的，也就是所谓的 EGU 课程，或者说是那个升学课程等等。大家可以具体咨询一下你所在的语言学校有没有类似的。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前面没有提到但是又比较重要的一点，也就是 EGU 私塾的一些费用相关的。我在网上并没有找到具体收费的一些固定标准，所以我就找了一些学校来给大家进行说明。比如说像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私塾的，它有一个入塾金，这个的话呢，就是相对有点像我们去住寮的时候那种入住金是差不多的。然后呢，它这里有个对象 course， 对象 course 这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所要找的主要是这个日本留学生 EGU 这个相关的。它这里收费的标准呢是
按照那个，比如说，你看这个第一个是60分钟，每个月4次，然后是收费是30800日元，也就是你这个月花费时间总共是240分钟，你需要花费那个3万0800日元这个感觉。然后是呢，它第二种是90分钟，每个月4次，是费用是46200日元。然后是120分钟，每个月4次，收费标准是61600日元。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学校的标准收费方式。它这里的收费方式呢，是按照另外一种收费方式，但是呢也是差不多。你看，比如像它这种是事务费，它是只收这个事务费。然后呢，它是你看到这里，它根据呢每周的那个课程不一样，它一周有不一样的。比如说一周一次，也就是每个月4次，它是收费是37620日元。然后一周2次，每个月8次，收费是75240日元。每周3次，每个月12次，收费是101574日元。以及每周4次，每个月16次的话，它是收费是135432日元。也就是不管哪一个学校，它的收费标准主要是看它学校里面的一些课程安排，以及它的一些老师、教师资源等等的不同，它是有不停变化的。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具体的话，你最好的建议是你货比三家，你多找几家私塾对比一下。如果他有那个开放课程给你听一下的话，那是最好的。有关于这2个学费相关的这个网页或者这2家私塾相关的网站，我会把它放在视频的描述区，大家可以点进去自己去参考一下，看一下是怎么回事，或者说自己去下面这里发这个条件去进行咨询一下，询问一下你想要报考的哪种东西，然后它有哪些内容等等。再一个前面没有提，但是又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那就是日本留学试验，也就是 EJU 的出题范围。它呢是在这个日本学生资源机构的这个网站上是有记载的。在这里呢，你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个科目，或者说你要报考的科目，然后去下载他们的那个范围，然后去查看你所需要学习的内容，再购买相应的学习书籍。这个网站呢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网站，到时候我会把它的网址放在视频描述区，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看一下。每年可能都会稍微有点变化，但是呢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也可以直接去搜索出题范围相关的一些关键词，也可以搜索得到。还有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呢是 EJU 的一些那个出题的思维方式。这个大家可能会比较疑惑，我为什么会说这个出题方式？因为这个日本它EJU出题的方式和一些国家，比如说中国的那个高考，它的出题方式或者说我们平常做题的方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这个具体要怎么说呢？我现在呢在这个页面呢，就是那个日本留学测试的一个过去相关的一些问题的一个网站。当然，网站的网址我也会放在那个视频的描述区，到时候大家去观看一下、下载看一下。具体有什么不一样呢？我这里无法给大家进行展示，因为我如果展示的话，我会侵犯这个版权，这里我就不进行展示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大家可以点击我在视频描述区的这一个连接，也可以加入我的那个电报群，然后进行一起那个讨论和分析，为什么有哪些不一样，具体的思路该怎么做。我虽然说参加过，但是也没那么懂，但是呢群里面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要准备参加那个留学生考试，然后大家可以去一起互相讨论一下怎么解答等等，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最后我给大家展示的这个画面呢，是日本 EJU Online 这个网站的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我们最主要关注的是右边的这3个，左边的这个呢是你有了自己账号的人去直接登录的，这右边的这个呢才是第一次的人应该去使用的。第一个呢是个人出卷，第二个呢是团体担当者，日本国内用的，然后第3个呢是那个团体出院，然后一起登录或者说是那个国外受验者专用的，也就是这个是国外的人申请者以及那个团体出院一起登录的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选择，也就是我们个人出院的时候，在日本国内的人自己那个申请的时候，点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选择你需要的语言，你需要英语还是日语，我们就选择日语，然后同意上面的内容，然后进行下面，然后这就是输入你自己的个人信息，
输进去以后，你就可以经历过，然后第2步是进行确认，第3步是确认邮件送到你的邮箱，然后第4步是那个设定你的那个密码，完了以后你就可以获得这个 ID， 得到这个 ID 以后，你再拿这个 ID 去登录到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界面，然后登进去以后去进行这个考试的申请。也就是说，你申请其实上是在 ID 得到以后才能进行申请的，这个和我们一般的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只是可能有的人以为这里登录了就代表已经申请了，这是错误的。你需要去申请 ID， 然后这里进行登录，登录以后再进行那个申请。团体担当者出院这边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大家也稍微看一下。这个呢是语言学校用的比较多，点进去以后我们可以看到，然后也是同意，然后再下一步。最主要的不同呢是它这里多了一个你所在的学校，也就是说，如果你是通过语言学校的名义去进行申请的话，你需要选择你所在的语言学校，然后语言学校的名字、住所，然后你自己的个人住所等等，这些还有那个团体担当者的情报，这里就是填写的是那个你与那个这个语言学校老师的那个情报，是跟这个相关的。填写以后，然后它的步骤也是差不多，登录内容确认邮件送信，然后是那个密码，然后再进行登录，然后再申请，这种感觉其实是差不多的。第3种呢是海外受验者专用的，因为团体出院呢，它肯定是那个是团体的，这个你就不用去管它，我们主要管这个海外受验者。如果你是在海外，就是日本海外的人，你是怎么弄的？点进去以后呢，它和前面的界面差不多，只不过它这里变成了一个专有的 ID 和那个专有的那个 ID 申请，然后步骤的话也是差不多，点进去，然后语言版本的选择、同意以及下一步。进入了这个页面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填写自己的必要资料了。这里需要注意的呢，就是国家选择所在的国家，然后下面这一趴你需要选择其他，也就是你住在日本海外的话，你需要选择其他就可以了。然后这边的话呢，准考证的那个获取方式呢，主要是那个也是通过邮送的，也就是说你需要那个确实能够寄送到，或者说是那个如果你是国外的人的话，请那个填写你能够收到这个准考证的那个地址就可以了。其他的话并没有什么太多需要注意的。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希望大家帮忙点赞和分享。如果大家对我的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分享日本生活相关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大家有疑问或者想要和其他润友一起交流，欢迎加入我的私人电报群，谢谢大家。